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柚子酱。上一集我们提到苏萧被敌解的话，激得有些神志不清的去找蜀王对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想看回上一集，可以点击以上的链接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本王还以为你不会再来这了，为什么你要将我往瑞王身边推？是你说对我一片真情，从未改变，曲大姐只是身不由己，如今将我推给瑞王，又可是身不由己。本王从未将你往别人身边推，是你自己不愿到本王身边。你说我不愿到你身边，那么你身边又可有我的一席之地？我以为那日能在城中相见，证明你我有缘，是天意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，让我走向你，可没想到我终究逃不出囚笼，逃不出爹爹给我画立的囚笼，更逃不出你为我设下的囚笼。我早该猜到狼心如铁，是我多情自伤。萧儿，本王问过你，可你不愿跟着本王。打从那日蜀王在此巷中救下萧儿，萧儿便知此生再无法拒绝殿下。可殿下，萧儿，本王从未将你推向过任何人。可姐姐说了，是你将我与瑞王的红线告诉皇上，皇上才，爹本来已经答应推了我与瑞王的亲事。苏月，原来是他在背后搞鬼。萧儿，你不要相信苏月，红线一事是老三所为。不过你放心，本王不会让你嫁给任何人。皇兄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苏二小姐与本王有婚约在身，皇兄不会忘了吧？可萧儿的心不在皇帝身上，想来皇帝也当清楚。他现在不在本王身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与他是天作之合，天定良缘。放开我！你吓到他了。皇兄还需要本王再提醒你一次吗？苏萧已被苏香许给本王，皇兄若是想要，可以拿与苏大小姐的姻缘来换。皇兄若是不愿，还是不要展露博爱胸怀的好。娥皇女因此等其人之福，不是人人都能享的。蜀王殿下，风铃然，你说的什么胡话？本王哪句说错了？还请皇兄赐教。蜀王殿下，萧儿。瑞王捏起苏萧的下巴，就算萧儿已经许给你，未入瑞王府之前，你就不能如此糟践他。皇兄如此懂得怜香惜玉，本王自愧不如。不过本王还得提醒皇兄一句，男人对女子最大的怜惜，是娶进门为妻，而不是在她委身做妾时唏嘘几句。蜀王面容阴沉了下去，呜呜。萧儿，你没事吧？萧儿，我这就带你去看大夫。皇兄若是抱着苏二小姐出了这条巷子，打的可不只是本王的脸。多谢皇兄照顾。萧儿，只要你的心还在本王身上，本王就不会让你另嫁他人。醒了。你怎么在这？瑞王伸手拉住苏萧。喂，我说你这个人要搞什么鬼？不要扯我的胳膊，扯断了，要断了。哪里？苏萧，本王警告你，今日之事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恶灵驱散，急急如律令。什么？恶灵？苏萧伸出脚踢了过去。你是本王的妾，怎的？本王亲你还不乐意？还是说欢喜亲你才乐意？我愿意你个大头鬼，老娘要你狗命！苏萧，你不要！苏萧，你属狗的是不是？我这叫以牙还牙，以嘴还嘴。今日只是警告，给你长点记性，若是再有下次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警告什么？我做了什么吗？我不就昨夜喊了你一声大猪蹄子吗？又没真让你变成猪，你堂堂王爷怎么这么记仇？别在本王面前装疯卖傻，
方才你与皇兄的郎情妾意，本王可都看在眼里。你要是敢给本王戴绿帽子，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谁和谁郎情妾意？我方才明明在花园里打人。让开！装傻充愣，这是哪？本王卧请。我怎么会在这？我不是在花园打杜鹃吗？才把杜鹃给打跑了，怎么跑瑞王府来了？别告诉本王你失忆了。我失忆了。本王知道你心悦二皇兄，方才发生的一切，本王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你不必装傻充愣，只要答应本王，日后恪守妇道，不再与二皇兄往来。你是说我刚才和蜀王郎情妾意？我怎么可能与他郎情妾意？你一定是老眼昏花了。瑞王，你还年轻，趁着不严重，早挂号早治疗，千万别年纪轻轻就瞎了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小女顽劣，又麻烦瑞王，下官于心有愧。苏香客气，苏二小姐不过是心情不好，出府散散心，本王又恰好在路上撞见，担心她一个姑娘家的不安全，这才将人送回。没错，没有麻烦瑞王。本王有点小事想与苏二小姐相谈，不知苏香可否行个方便？这是自然。萧儿，切记不得无礼。这个家伙怎么回事？我就不信甩不掉你。苏二小姐，走的未免慢了点。喂，小姐，红袖，你随本王过来。是，你家小姐虽然只是庶出，但出身相府，也算大家闺秀，不能与市井蛮妇相比，理应注重名声。奴婢代小姐同瑞王赔个不是，望瑞王大人有大量，莫要与我家小姐计较。你身为她的贴身大丫鬟，理应为她的闺玉考虑。奴婢知晓。瑞王好像不是在生小姐关门的气。这期视频又结束了哦，瑞王夫妇这一期可真是激情四射呢。朋友们觉得好看吗？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下次更新会在下周三哦。点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